就他现在，你看他上一局，我觉得到后面啊，包括那几次像二塔防守，包括高地防守，我感觉已经有点脑子转不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上的时候，包括前2天其实打狼队的时候也有那种感觉，就是最近他整个的压力好大。就像李九讲的一样，当打野位 TTG 吃不了钱，或者说是打不进野区的之后，然后自己家的发育路又在被猛攻，那唯一有钱的就只有青青。那 TTG 就不是 TTG 变老干爹了呀。是的，关键是你的假想敌，就是你要想一下。就是这种打法有几个要求，一个是这些队伍最重要的要求啊，就是这些在 TTG 对面的队伍里需要有一个能跟你对标的发育路2人组，但是在 S 组，首先你对标的就是 AG， 他确实能跟你打。这把在蓝色方的成队常会是搬掉了张良以及戈亚，然后自己拿了沈梦溪。而 TTG 的话，则是依旧不放这个鲁班大师，同时把自己用过的空空儿给送上了班位。这样沈梦溪拿到手之后，赫茨这边还是有可以考虑拿一个不知火舞，但是不知火舞在这个赛季的赫茨手里啊，只拿过2次，出场率并不算多。来了，少思源公孙离呢，以一诺的英雄池，现在最大概率就是一个仓。对。而且一诺的仓在这个赛季是6战6胜。苏烈6战6胜的仓，8战8胜的苏烈。AG 今天这场比赛是奔着林峰来的，直接上战力了。然后这个沈梦溪的话也是11战8胜。是的。今天他们吃掉了 TTG100%胜率的下路双人组，但是 AG 的这个下路双人组的胜率也依旧是100%啊。这强度真的好高。上来就打司命。打司命。哎，他不会上来要换打法吧？因为大司命是一个猛吃的英雄，对，要猛刷。我感觉首先是会不会换线，就以今年 AG 的打法 ，TTG 会不会主动换线？因为你不可能，我觉得正常对线好像不是个事儿。我觉得是要换线，因为你在红色方，你红色方拿阿离的话，你走上路还能吃红区呢。然后第二个点，这局会不会射辅新进率降下来，去围着打野打？就是嘉兴如果第一时间很难去吃钱啊，那换个人上来。但关键是你火舞也没拿，你火舞不拿的话，直接被对面搬了，海域也不给你。海月火舞全部送上班位，然后如果要是再做绝一点的话，嫦娥也搬了，对，3班中路 counter 沈梦溪的中单，剩个嬴政，那就变成那种围着大司命正面打，就得大司命得很有钱，狼队打法。但是你赢，如果你真选这个嬴政的话，你这个阵容你可见跟前3手不一样，前3手可是能开团的。对 AG 搬到了这3个中，尤其是海月和火舞是能够先手打开团的。是的。但是你选个嬴政的话，谁来开啊？你不能指望个少资源上去开啊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就是他这套得用谁打小胖打法嘛，就是我肉身开团，对吧？是我顶上前面去，我就一个人在你3面脸上装，嬴政在后头做火力掩护，对吧？但是你是我的后背，但是能不能吃成那样就不知道了。轮换上来的压力蛮大，而且苏烈很好打少资源的。这个版本我们看到很多队伍拿苏烈打少资源，少资源你敢上来我直接开你，就攒个3段1，你敢上来我就直接给你拍完了之后，然后一个大招闪现2级的推回来。是的，进很完整的阵容。中医的野河，进加狂铁。哇，这3个100%英雄啊 ！AG 这把是的，进也是100%。夏洛特，轻轻的夏洛特。我觉得这个轮换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重心偏移到上半去了。你该吃的得吃。对。也试水，因为前面那个打法明显现在行不通啊。但我感觉 TTG 这把是要做一个那种灵活转线的玩法，他可以把夏洛特直接放下路，然后公孙离放上路，公孙离跟少思源去压制这个狂铁，嬴政抢中轴，跟大司命一起直接中线开。然后夏洛特在下路单打仓的话，他也不虚。我觉得他咋转都行，但是他这个大司命得有钱。我就这把就感觉大司命要是没钱是真的。大司命中线开啊，中线开完了之后，然后再刷自己的野区，然后再刷完半途野区之后，下一波中线继续吃，吃完了之后再刷另外半途野区。因为这个阵容他得把压力顶住。但不知道 AG 会不会也做转线？因为 AG 是一个线权变动特别多的队伍，他有一段时间一诺哪儿都去，就是不在发育路待，是这个道理，就是发育路选手不在发育路待，名为发育路，其实不一定在发育路，名为发育路，实际上是在发育的路上。对啊，很有道理啊，就是不在路上发育。这是什么？有点反光，小伙子这个看不清楚啊，这个小哥。哎，这把看一下 TTG 这个临场的战术转换，你这个就看在第几层了。就是大家都知道 TTG 这个阵容有可能会换线，然后 TTG 有可能会知道 AG 有可能会追线。其实他这把最根本的问题是晴天这么换上来，而且打的就是这帮兄弟，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之下，他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心脏，这把才能放开猛吃。这你别担心，晴天是花海替补。
这个你别担心，嗯，对不对？前辈够强大，他也不会差。因为前2天也有过一样的情况，啊我记得有一把非常好的大司命，但是选手上来心紧张不敢吃。但我认为，既然给你这个机会了，而且现在反而晴天上来啊，没有压力是吧？我认为站在旁观者视角啊，我认为他个人应该会有，但是在旁观者视角，他其实不应该，这可以没有那么大压力，因为首先你上来0-2又不是你打的，哎，好有道理。对不对？上来我是个新人，赛季在 TTG 的第1把 KPL 行，对面又是 AG 是吧？啊，对面又是 AG，卸下包袱是吧？他可以把包袱卸下。但是这把阵容确实很强了，没错，狂铁加进中路沈梦溪，然后还是一个苍加大帅的苏烈，这压力确实给的很足。就晴天打出自己就好了。哎，就今天就是告诉你，我要在这场收官之战3-0，在我的主场把你给收了。那晴天就告诉你，我作为一个新人上来，我打出自己的水平就行了。然后大家季后赛见。对，来吧，进入比赛，双方的第3局，蓝色方成都演唱会，红色方广州 TTG， 比分2-0。全军出击，看换了，直接抓，这就抓到了呀。对，因为不说80吧，我觉得70吧，得换线吧。碰上了，两边大家都不知道是谁，猜呢。但是大帅马上换过来，下路漏了，下路漏了，看到了，下路漏了就知道是谁了。大帅上来就锤，大司命进来，果然就是思路转换，重心偏移。但是晴天这一波进去想用1技能去抢这个3毫没抢到。大帅这边是靠血量挤了一波，马生，因为你看到你大司命没有往红区转，所以长生就过来一个人偷偷摸摸的。他这个速度有点尴尬。哎，这300吃不掉了。吃个小的也就行了。是的。下路是一个对位，夏洛特打狂铁，狂铁在前期还是无所谓的，无所畏惧啊，无所谓的。他只要把兵线留在这儿，他1技能扫3目标，能回很多。对，大帅的苏烈啊，就是真的把这个英雄打出观赏性，会让人很期待。9星的邵思源在这个赛季也是拿了9把。看背后。现在大司命这把是猛吃中线，他就是要把自己经济撑起来的打法。那为什么说 AG 的经济高？他们就特别喜欢这么吃，就是打野和辅助，就学识宝石和打野刀啊，叠一块儿，一会儿带伊诺吃一点，一会儿带长生吃一点，这一波直接动手了。这能开吗？大司命开始打刀，现在这个位置一直换位，还在换，队友来了，但还是被大司命给斩掉了。是的，直接拿到了1血，1技能往前突，往龙坑里走，但是有点走不了，仓过来之后直接点掉了一个，伊诺这个位置再一直跳车再点一波闪现腰都走不了了，准备赶来的公孙离给收掉。算赚不算赚啊？但是后面还在打，不着急，下车跟过来，少追一个2技能粘上去，但是狂铁位置太远了。哇，这波太猛了吧！锤击这么上吗？第一时间其实中一上去就有点卖自己，然后帮队友开团的意思。他是个肉精。青青。啊，后面一诺虽然收到了人头，但是他也被收了，然后小雪也拿到了一个人头。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好像不能说赚，这波开的。就是射手都有一个头进账嘛，但是大司命毕竟拿到的是1血啊。是的，再加上进这个点倒了一次，肉进还是挺吃发育速度的。大司命也倒了一次。但大司命他大家都倒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啊。这一波首先是反小野，然后引发的血案，然后紧接着进在这个位置开打了小强流，但下路又打起来了。这波苍的小狼魂在咬，但是伤害不够。是的，苏烈被打出了被动。就我觉得刚刚那一波的博弈还好吧，两边都能够接受。就只是一猛的我没想象到，就中医那边是顶着火力就上来。就是打野位置一边有投进账，一边没投进账嘛。然后那个头的话是给长生的沈梦溪收到了，也一定程度的强化了一下沈梦溪在前中期的经济。那今天打的很放松啊，没有看到紧张的痕迹。不要有压力。他现在经济很高。推回来，哎，这波想要逼中义放大，但中义没放。是的，他如果把这个大放了的话，可能接下来的这波龙是不好打的。也许还要再摸，又反掉了2组山豪了。思路很清晰啊。那装备选择看一下，等会儿做什么？中义补刀术只有1刀吗？是的，没看错吧？没错，跟大帅一样。一个，这个不对呀。是的，一个野合进补刀就1刀，问题有点大啊。就这把，
今天野鹤打法，进这波出来直接想抢没抢到，还是被TTG拿到了。但是这位置还是打团，迎着这个位置扫，盯着劲扫，但劲可以出镜，一技这惩戒的能回走。新人的惩戒的好稳。但还好 AG 这里人没倒，就是还可以的。嗯，今天一上来的表现相当不错。因为新人上来，就算他有点波动，其实一般观众朋友们都是比较宽容的，对，直接做护甲。我们 KPL 每一届平均大概在首发名单上有150个人得有吧，但是差不多。真正首发的就只有一半儿。而对于这些年轻选手来说，他可能已经登上大名单已经过去2年了，但是想要求得一个稳定的首发却还非常难。就像阿蛋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样，他只是想打比赛，有比赛打而已，就很幸福啊。所以说得抓住这种难得的上场的机会。对，我们 KPL 也有一些选手登场之后直接就把首发给干掉了，各凭本事嘛，对吧？各凭本事。但是像晴天这样的年轻选手，他上来还是要以打出自己的声量为主。你就放手打。且不说他现在能不能把这首发做稳，但最起码的是让 KPL 的打野位置上有他的名字。看到你开一套，你不能说打完一局我一紧张我又回去了，再上那肯定麻烦。这俩如果能看到晴天的热点图，应该全在中路。他从一开始就在跟嬴政一起抢中线开。那大司命就是这样的，大司命得猛猛的吃。哎，现在经济上对位上还落后了100块钱啊。而且他不好往里钻，他其实最好的方式能打到中路的红野区就是这样。就这样，他如果能打进去的话，狼队的节奏就开了。但这一波的话都在往这边靠，所以 TTG 还是先回到了 L 草的方向，这样的话方便撤退。然后中轴2个对抗路在争线权，下路把兵线也越了进来。下塔有点不好要啊，嬴政扫一波，苏烈开大招，把人赶走。中路2个对抗路在疯狂互锤，但是吃塔刀的话，夏洛特是足够的，只要保住这个中路的1塔不被磨血就行了。但是野区的话，其实 TTG 还是没办法成功的钻进去。这波 AG 是把 TTG 对于红区入侵的想法给完全劝退了。哦，看这个点图，全在山好，一直在中右的位置。标准的大司命的图，哦，直接秒开，直接蹲草一波开，大司命开出的大招，但只有一个目标，还是扛住了，给了一个救赎。哦，赢到这个位置越塔好深，是的，然后紧接着渲染过来，还是成功带走大司命，把晴天给击杀。然后沈梦溪靠过来，被2个人集火，夏洛特也赶了过来，一个激光盲剑，晴天直接带走了一诺，打出了大帅的一个被动。而此时的渲染过来帮忙扛塔，接出了大帅。而且刚才9星的赫兹的一个闪现，还躲掉了渲染的锤啊，这波有点脱节。一诺这波应该是直接越了，但是没办法杀掉自己，还掉了很多血。这 TTG 2个人他往下跑了，是的，他没有往这个下路的2塔位置跑。而这种情况，青青传过来这一下压力就太大了。将近5200的经济优势。他现在是比对位的，他其实对位的中立要高一些。看看这波团，这波就是越塔清线的。是的。然后一技能跳到了草里，苏烈就在这个地方。给了一套控制，但是没有第一时间啊把大司命给击杀掉。一诺换目标找嬴政，但是扛塔扛得有点凶。哦，本来到这儿还好，但关键点就是上路下来的这个传送。是的，这一下下来就没法跑了。对，就走不掉了。来的恰到好处。有4分钟到10分钟，这个塔下还是有减伤的，只是没那么多了，还有10%。仅有将近6000经济。钻进来要反夏洛特奇星光芒剑，回头反打，让狂铁回了一口，可以撤了，目的已经达到了。这波进来的主要目的是反红，把红反完就走，但是没有惩啊，手里没惩可以拉拖一下，但是想接这条龙不想让你拉拖，而 TTG 放的也很果断，第一时间回头去打自己的蓝 buff。这总得拿点啥啊。他如果在这个位置要是再磨蹭一下，那可能这条龙被 AG 拿完啊 ，TTG 的这个蓝区就要被禁了。对，上去烧资源咬一口劲，大司命一技能往这种从侧边插过来，哎，真玩的不错啊，赶退了 AG。经济上还是被拉开了差距，晋现在已经对位领先了1000块了，1000多了。但他现在对位领先大司命，其实意思不是很大。他主要看跟夏洛特的经济。这轻轻7000了。对。中路的1塔被 TTG 拔掉，
而且中医现在是个肉劲，就肉劲这种，它其实是一个主动动手的打法。看一下，轻轻的分群经济，已经超出了他正常的这个692，又是今天各种超100。嗯。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能看到中医的分群经济，应该就能看出问题了。就中医现在的10分钟分群经济，应该比起他胜场的10分钟分群经济要低很多。要低，一诺也低，对，一诺要低不少。就肉劲，如果经济落后的话，他没办法像之前看到那种就是主动动手扎到对面的阵容里，因为他是被追着打了，现在有点。就经济领先很多的肉劲，他是那种能扛能打能先手啊，但经济一旦落后啊，他的弊端就出现了，他伤害会不太够，但又不太能扛得住。最近的中医也比较有意思啊，他玩一些偏肉的打野出输出装，玩了个劲。最近都这样，最近都是这样的，就玩劲的都出肉好像也不止他一个人，大司命都出红刀啊，还有像婉婉也这样啊。10分钟龙，暴君已经被打到了半血。尤其什么从来不放10分钟。是的，汤在旁边跟公孙离对点了一波。钢铁扛住正面，嬴政扫大招，大帅快把这个剑大招拍一下，直接跟过去拍到了小雪跟一诺一起把这个剑走了，秒掉了。击袭。是的，然后下车过来也被长拉开了距离，大帅上去之后麦子就被动，然后队友过来点灯继续追击。进开启大招上去想定人，来回的换位，看能不能越塔，不越了。中路的1塔毕竟还在，还是一个中路的满血塔。这真的有点帅。他是大招闪现的边缘打到了小雪，就随着嬴政的剑越扎越多 ，TDG 对于这个苏烈的戒心越放越低。然后大帅来了一招仙人指路声东击西，直接配合一诺拍起小雪抢秒。其实正面已经快被扎成稻草人了，但是确实是最后那一下。但他有第2条命啊，他无所谓啊。猝不及防的一个拍啊，小雪没反应过来。就我发现苏烈这英雄不能光靠蛮力开头，要来点心理战。小雪估计刚刚想的都是你不会再过来拍我，你都这个血量了啊！你应该走的续个大姐，就是恐吓我一下。硬控时长22秒，这样参与率达到了100%。真的不能有一点放松啊！面对这个苏烈。时机抓得太准了。最后这条暗影暴君还是被追着扫，2要扫死了，再加上一个大招，就已经成功带走了一诺。哎呦，这机会真的也不能有一点的放松啊！双方射手各被抓一次。哎，等一下，九星飞得有点远了，太远了，这波就回不来了。怎么说？这是一个1换1，辅助换射手。没有射手的情况下，一直这个龙。妖魔信直接动手，但被公孙给推走了。小雪反应很快，对，迎面推开是。但是这样的话，龙被拉脱，能等到一个复活，这边 AG 等于说僵住了。两边在这短短2分钟里突然提速了，炸一下大司命原地坐在上面，吃的有点扛得住吗？有点难扛，狂铁一直扫一下，再来一个大招，直接带走了晴天。好，另一边大帅扛出了自己的被动，让长生帮忙点灯站了起来。渲染把视野都给住，把人给逼走，让队友推掉了中路的1塔。刚猛，非常刚猛，一个人卡住一片，换闪走掉，没被拍起来。这是啥呀？这个狂铁不讲理。这波从前面小摩擦开始，他在暗影主宰的左边，就跟青青一直在打，打到右边。扛进野区，打了大司命，又打到野区，然后又打到高地塔跟2塔中间。就 TDG 看到渲染这个狂铁是甩又甩不掉，打又打不动，对，一直被他盯着，没有一点隐私，很烦。介入之灵魂，完全处理不了渲染。动，公孙离换闪，回头反拍，拍到赶紧再换闪走人。就现在两边都得小心，已经这都不是说失误，就是一个不小心啊，就会被对面抓住机会。先是从小雪，然后到一段，然后到9星，啊，各种各样的开始出现一个不小心被抓到的这种掉点。这种就属于选手的人对面操作好，你也没啥办法。见面动手大招直接开大司命，嬴政给大招扫一下，反打，大司命回头还能继续打，但这波少资源过来之后瞬间被打到了半血，狂铁在旁边，下队找不到好的角度进场了。9星兵甲，现在不会玩兵甲的游走不是好游走，但是慢慢的，其实一诺这边的经济补上来喽。
马上要到1万了。哎，顾左里这波换回来，直接吃到这里一个拍。但是被九星动了一下。是的，银针再给大招又扫了一波，大帅直接被打到了残血。九星说你会兵甲，我也会。虽然这波自己倒了，但是当时也是关键的救了一下，不然的话小雪其实有点危险。小雪这敢回来的，真吓人。大帅这反应速度确实快啊！一看你回来，直接原地就拍起来。渲染又开始了，但九星的少资源最终还是没了。原地拍。再来一技能，你敢看我？无坚不摧。他不是有闪吗？没反应过来吗？再开个大招，还能走出来，换苏烈上去继续开，下路被打残，匕首的闪现，大四面回来开个大招，但是打出一个被动，队友一起上去点灯，原地反斩，一诺这边压在正面，小雪不敢输出，是的，再往前撵，又把秦剑大四面给带走，哇，这个渲染太吓人了，这个狂铁打的赫兹是忘了自己有闪吗？我看他是有闪的呀，他是觉得自己交闪也跑不掉吗？进超远距离飞过来，大招直接定，夏洛特赶紧交二跑路，但是有点走不掉，进再飞过去，最终仓普了最后一下，一个反推，是的，把人顶在了泉水里出不来，最终又点掉了小雪，一波结束了，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王会3比0战胜了广州 TTG， 完成了常规赛的收官。